奇游联机宝，交友游戏对战必不可少。帮你报仇了，找你又有联机宝还输，垃圾！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招来玩游戏》，我是铁军。很多人觉得我们很偏心啊。同样是年货的《刺客信条》都做了3期了，《使命召唤》至今1期都没做过。对，我们就是爱调戏育碧，怎么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毕竟是个更偏向于单机的媒体啊。而这几年 COD 由于越来越倾向于多人游戏，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擅长。然后去年的 COD 竟然又开始回归2战了，虽然因为真实性等问题备受争议，但是好歹算是回归到了系列的起点。那我就想啊，会不会下一代也回归系列的另一个重要起点呢？那就是优秀的单机剧情呢？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明年下一代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个游戏。结果就被我给奶死了，想不到这一代直接就没单人剧情了。但是反而正是因为没有了单机，很多人来问我们有什么看法。而我个人呢，也算是对《使命召唤》这系列有一定的感情啊，毕竟第1、第2代和现代战争系列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对这个系列呢，我们的确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说说啊。所以这一期并不是测评《黑色行动4》啊，而是借着回顾下 COD 系列，看看它的经历，来聊聊单人和多人游戏在市场上的此消彼长，以及最后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理解，也算是回答了很多人想问我们的看法吧。2002年2015工作室对，这个工作室就叫这名字啊，也不知道2015年之后这工作室怎么打算啊。反正这个工作室的一些核心人员在帮助 EA 将荣誉勋章系列带上新的高度之后，决定另起炉灶，组建新团队 Infinity Ward， 并在动视的资助下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使命召唤》，简称 COD。从此拉开了这个系列称霸业界10余年，至今也依旧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以刺客们也跟不上的脚步，以1年1作的速度席卷全球，收割钱包的传奇历程。COD 无疑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系列，背后的故事和传闻也不计其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怎么想涉足这个话题啊，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本身是一个更加偏好单人体验的玩家。每代 COD 买回来，真正想玩的其实也只有单人战役啊，毕竟我也年纪大了，过了18岁了，注意力和反应力都下降了。虽然曾经也热衷过 CS 这样的游戏，但是现在也玩不下去了。联机部分遇到和我一样菜鸡的，互啄一下还好说，一旦被虐了，心态立马就崩了。所以多半是浅尝辄止，意思意思。这在多人对战大行其道的当下，去测评这个游戏，自然会显得太过片面。然而今年这个延续了15年的超级 IP， 却第一次将单人战役从游戏里完全剥离了。使命召唤黑色行动4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网络对战游戏，这是我这种单机玩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毕竟突然这么一下，这个游戏界的大 IP 好像就跟我没关系了。当然，我们需要理解的是，黑色行动4的去单机化到目前为止只能算作个例，不出意外的话，战役模式在下一座 COD 中就会回归。但这个大胆的举动依旧让我狠狠地打了一个寒战啊！因为这意味着动视与游戏开发团队之间围绕利益和尊严的拉锯战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趋势或许已经悄悄来到。从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一个单机好还是多人好的问题，这是一个面对商业利益，游戏开发组究竟可以妥协到什么地步的问题。尤其是 COD 这种近代电子游戏高度工业化的成功代表，他的选择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公司的借鉴对象。小富3成非一日之产。回顾使命召唤的发展史，你会发现这个系列的起伏其实就是动视和开发团队的互相过招。早年的动视财政状况算不上特别乐观，支持会帮助 Infinity Ward 制作 COD， 就是看上了他们在荣誉勋章系列里的出色表现，并想借此机会赶上2战题材游戏的浪潮。事实也证明了，跟着时代走或许成为不了英雄，但至少可以稳如狗熊啊！更何况人家抱的还是 Infinity Ward 这种可以玩10多年的美腿啊！经验老道的 IW 做起同是2战背景的使命召唤1，
那叫一个信手拈来啊！尽管因为时间问题，本作还没有彻底摆脱荣誉勋章的影子，可实际的游戏体验比起荣誉勋章强太多了。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志气未脱，还是个小正太，没有网络，买不起杂志，对游戏资讯的来源基本靠盗版试错。所以当我带着10块钱巨款在盗版铺横扫光盘，突然第一次看到《使命召唤1》这个封面的时候，我的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去，这不就是荣誉勋章吗？该不是和什么 GTA 5、圣安地列斯一样，都是封面打山寨货吧？但是开启了 LV5 的鉴定技能后，虽然眼前的说明仍然写着不知道什么游戏，不过看着其精美的封面和煞有其事的公司 logo， 我就觉得，妈，这可不像是山寨游戏该有的封面啊！以傻家看，这游戏来头不小啊！让傻家买回去，好好会一会它。哗哗哗哗哗哗！结果不玩不要紧，这一玩我惊呼：我靠，这太甜美的震撼了吧！虽然说最近一代同是出自2015之手的荣誉勋章联合袭击，一开始就来的奥马哈登陆战也震撼了我们一把，但是也就这样了，后面还是不免落入了单枪匹马深入敌后，在小规模场景里孤军作战的俗套啊。但 COD 可不一样，整个游戏每一章都是大战场，每一段游戏都不是孤军一人，身边有很多队友和玩家互动，更有数不清的队友冲锋陷阵和战死沙场。不管是盟军101伞兵团的深入敌后，为诺曼底战役做准备的紧张，还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码头仅带着5发子弹，没有枪也要硬着头皮冲锋，靠捡死者的枪来反击，如果停下来就被后方自己人重机枪扫射的残酷，都让那个整天憧憬战争的无知小屁孩第一次感受到了妈蛋，战争真可怕！这种对战场虽然谈不上真实，但是却产生思考和敬畏的感受，让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只是一款第一人称突突游戏，而是一款战争模拟器。因此对战场气氛史无前例的刻画，让 COD 1迅速获得了人们的关注。之后发售的《使命召唤2》更是再接再厉，继续进化，并首次搭载了备受好评的喘气回血大法，让整个游戏的节奏得到大幅提升。从此妈妈再也不担心我被枪打出头鸟了，因此能更好的控制节奏，将战争的紧张与残酷以一种更明显的方式传达给了玩家。我虽然知道这2代游戏很多章节都取材于《兵临城下》、《拯救大波瑞文》这些拯救大兵瑞恩这些电影啊，但游戏带给我们的亲身体验、亲自参与的感觉，仍然不是电影所能比拟的。就像我上期说的，游戏不是在讲一段故事，游戏是自己亲身体验。COD 2无疑让玩家更进一步接近真实的体验了一把战争。再加上本作是 Xbox 360的首发游戏，微软的大力造势，变相帮助 COD 扩大了品牌影响力。也正是因此，《使命召唤2》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难以忘怀，也是扩大影响力最明显的一作。我身边有很多同龄的朋友，都是从第2代开始接触的。面对他们的赞赏，当初在盗版铺慧眼识英雄的我，可是非常得意的。哼，这帮小样，灭！哗哗哗哗哗哗哗！然而，风光无限势头大好的背后，别人无法察觉的裂缝却早已出现。很多人认为 IW 和动视之间的矛盾开始于现代战争1，爆发于现代战争2。但是事实上，他们的问题从使命召唤项目诞生起就没有停歇过。冲突主要集中在2个地方：动视想要2战题材 ，IW 不想；动视想要年货策略 ，IW 不想。反正动视总是想要 ，IW 总是不要。为什么《使命召唤1》和《使命召唤2》的3部资料片没有一个是 IW 制作的？原因就在这里。甚至于之后的《使命召唤3》也是因为 IW 不想再做2战题材游戏，动视才不得不让 T 组临时披挂上阵。毕竟 Infinity Ward 成立的初衷就是因为组员不满老东家 EA 的管理和待遇，才想得出来自立门户。谁知道刚出虎穴又入狼口啊！动视对 COD 这个品牌的控制欲极其强烈，随着系列的越发出名，动视的教鞭也越来越紧，由不得 Infinity Ward 撒娇任性。从系列的发售列表，玩家也不难看出，除了4代的现代战争1、2、3、5，清一色都是2战题材。要不是现代战争火了，很难想象动视主导下的使命召唤到底还会持续多久的2战题材。而这样一个保守固执、一成不变的使命召唤，还能不能像现在这般风生水起，同样也就无人知晓了。动视和 IW 的矛盾虽然让人惋惜，但发行商和开发商之间的碰撞未免不是好事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的气势，才使得使命召唤系列迎来了飞跃式的蜕变。
对于 IW 来说，现代战争能有这样的超高品质，确实得感谢动视的冷漠啊。如果不是动视3番5次的拒绝 IW 的新方案，并坚持让他们开发二战游戏 Infinity Ward， 最后也不会走上瞒着所有人自掏腰包进行现代战争1前期开发的疯狂道路，甚至丧心病狂变本加厉，比原计划更加努力的去开发。当动视的高层在内部会议上见到这个和他们预想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游戏时，我想 IW 的组员一定都是春风满面啊。而动视的高层估计就像吃了咖喱味的大便一样，夸也不好，骂也不好，只能默认啦。咩哗哗哗哗哗，这个比喻很形象。另一方面，对于动视而言 ，IW 的韧性带来的也不光是现代战争这个超级摇钱树啊，还有整个系列更加合理的年货策略。要知道，动视早期的年货计划和现在多制作组轮流制作的年货策略是不同的。他们原本想要的是一个制作组每年制作一部《使命召唤》，也就是说，开发周期只有1年。这对游戏的品质无疑会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多亏了 IW 不听话，才使得动视不得不选择 IW 和 T 组同时开发，2年1周期的交替发售。如果这个方案没有实行，我相信《使命召唤》这个 IP 绝对不会如此成功。后来这个节奏就被某个源自埃及的组织借鉴了。无论如何，在整个游戏界都在疯狂透支二战题材的大背景下，《使命召唤：现代战争》的出现犹如一道阳光，照进了这片阴沉了许久的游戏大陆。所有人都被这款游戏成熟的电影化演出所折服，激动人心的场景一场接着一场，刷新玩家的尖叫。屏幕内 ，Price 叼着那根经典的雪茄，沉着冷静的俯身看向货轮。屏幕外，无数玩家与从业者带着渴望的眼神，尊敬而又兴奋地抬头仰望这部传奇作品。时至今日，我依旧无法忘记本作给我的体验，特别是切尔诺贝利的狙击关卡，更是经典到任何学校只要开展游戏关卡设计这门学科，这一关毫无疑问必须是经典案例的。如果说前3代二战题材的《使命召唤》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那《使命召唤4：现代战争》则让我明白了战争的重量。我清晰地记得游戏到手之后，我身边一个早已不玩游戏却又很迷恋军事的朋友，默默地搬了一张板凳坐在我身后，然后从第一关一直看着我玩到通关，中间没有交流，也没有休息，不是不想说话，而是说不出话，只觉得孩童时初玩游戏的那份久违的震撼又回来了。最后他只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口气。哎呀妈呀，你们怎么都这个德行啊！2年后，《现代战争2》发售，它维持了系列的超高水准，并获得了2500万的变态销量。这相比于《现代战争》的1700万，又是一次飞跃。同时，本作也是国内 COD 系列受众大量增加的一代，无论是正版还是盗版啊。《使命召唤：现代战争2》几乎是当时玩家的必备游戏。141部队、幽灵、肥皂、谢菲尔德，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声讨的那句不准说俄语。一个个熟悉的名字，随着来回翻转的剧情，再次扣动了每位玩家的内心。只可惜，谁都没有想到，在经历了这样压倒性的成功之后，2010年，动视会以不遵守管理的名义，解除了 Infinity Ward 的2位核心高层。随之而来的罢工、集体出走、官司等一系列，也意味着 Infinity Ward 这个传奇的工作室已经名存实亡，以至于后面的《现代战争3》只能由重组的 IW、T 组以及大锤工作室联合开发。那些从 IW 出走的元老们重新成立了重生娱乐，打造了泰坦陨落这一系列。不过这个工作室兜了一圈又被 EA 收购了。正所谓天道有轮回 ，EA 饶过谁啊？不知道未来 EA 会不会突然耍贱啊？哎，那个，哎，我们EA有个很著名的 IP 啊，既然你们泰坦陨落没有做起来啊，不如试试我这个老 IP 呗。这个 IP 叫做荣誉勋章，你们听过没有啊？嘿嘿嘿嘿嘿。然后把荣誉勋章做出新高度的重生工作室，因为不满 EA 的政策，决定出走，自己建立新的工作室。哎，这段剧情怎么感觉好熟啊？而动视这边所幸的是，虽然《现代战争3》不及前作给力，还帮 Price 以外的所有人发了饭盒，搞得粉丝们一个个老泪纵横，差点就在最终 BOSS 那儿把手柄给按坏了。但至少风格保持了统一，结局也算是有头有尾，不过不失。其实以 IW 的重组为契机，动视对《使命召唤》的话语权已经难以撼动。或者说，在经历了 IW 的工作室这样杀鸡儆猴的操作之后，动视旗下的其他成员谁还甜蜜地敢浪啊？比如说大锤工作室，本来人家都已经想好了，
要活用自己在死亡空间上的经验，为动视开发一款全新题材的使命召唤作品，并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大刀阔斧，信心满满啊！可动视直接枪毙啊，并安排其去开发《现代战争3》这棵稳赚不赔的摇钱树。言外之意就是别整这些有的没的，我只要来钱最快最稳的。利益至上的开发氛围，随着使命召唤的越来越强的号召力，变得更加浓重。好在 IW 不行之后，动视还有 T 组这个猛将撑着啊。T 组 Treyarch 工作室一直以来的特点就是既听话，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又能在这个听话的过程中搞出点意想不到的名堂啊。听指挥，能干事，这简直就是动视的完美情人。其最典型的作品就是初代的《黑色行动》。游戏不光靠着雷泽洛夫这个人物将以冷战为背景的本作和之前的战火世界相关联，还在游戏结尾抛给了玩家一个颠覆所有认知的结局。对我来说，黑色行动的出现是对以往 FPS 游戏剧情模式的一次突破。它告诉我们，射击游戏的剧情一样可以玩出花样，玩出深度。这种烧脑、黑暗、残酷、脑洞的基调和史诗大气、充满英雄主义浪漫的现代战争系列，形成了几乎完美的互补。彻底打消了之前 IW 的重组给广大玩家带来的不安。在2012年的《黑色行动2》之中， T 组继续展现他们在剧情编排上的惊人胆识。游戏背景从冷战时期一下子拉到了2025年的近未来，并为使命召唤系列首次加入了多结局设定，大大提高了单人战役的可玩度。与此同时， T 组的多人模式也一直发挥稳定啊，玩法、平衡性、地图素质等各方面都相当不错，并且拥有了其他工作室都替代不了的僵尸模式。这个最早作为战火世界的彩蛋提供给玩家的模式，后来迅速拓展为集解谜、烧脑剧情、合作挑战为一体的在线模式，久而久之成了使命召唤系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继单人战役和多人对战之后的又一独特文化。当然，也是因为这几代多人战役的成功，让动视看到了多人对战远比单人战役有着更长的生命力，也有着更强的吸金能力啊。从这几代开始，多人战役的比重也越来越高。总的来说，使命召唤可以有惊无险地度过 IW 的重组危机，T 组的黑色行动功不可没。它既帮助动视宣示了主权，告诉大家使命召唤依旧强大，又为这个系列提供了另类的发展思路。可在黑色行动2之后，随着质量效应、孤岛危机等游戏的火热，动视又开始跟风了，它开始全面向科幻题材进军。这次再也没有人能够出面阻止了。黑色行动2、幽灵、高级战争、黑色行动3、无限战争，连续5年，连续5部的未来题材 COD 作品。这里面新生 IW 负责的幽灵，极力想要摆脱老 IW 的影子，成效好坏参半。反倒是面对早就换上寒霜引擎的战地系列，依旧坚持老引擎缝缝补补的 COD， 在画面表现上深受玩家诟病。而2014年由大锤开发的高级战争还没发售，就被自己曾经的队友重生娱乐的泰坦陨落抢占先机。接着2015年被寄予厚望的 T 组黑色行动3，虽然在多人部分依旧表现优异，但极度深奥难懂的单人战役让本作的口碑严重2极分化呀。终于2016年，在连续的科幻题材无脑轰炸以及各种各样不顺人意的问题接连出现之后，动视痛改前非，决定更加无耻一点。既然寄出了 COD 4重置版不能单独购买，只能和 COD 13无限战争捆绑销售的大损招，一时间买 COD 4送无限战争的梗流行网络，系列玩家的不满情绪不断扩大。他们给无限战争的首个预告片送去了300多万个彩。然而动视始终是你大爷啊！9个月后，他们真的痛改前非。这个曾经号称无法单独购买的 COD 4重置版，又被单独的放上了购买页面。好好一个游戏，硬是让玩家花钱买了一肚子气啊！直到去年，使命召唤重新回归2战题材，才算是让一众粉丝们稍稍缓过点精神来。使命召唤一路走来，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抱怨年货的套路，开始抱怨找不到当年的激情。但是仔细想想，这并不是玩家们贪得无厌。卖机票我们买，卖箱子我们开，嘴上说的不好听，该掏钱包都得掏。可就前几年玩家们抱怨的那些东西，难道不是动视你自己做出来的吗？发行商追求利益，开发商追求自主的尊严，在这场利益和尊严的无限战争中，寻找平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味的追求利益，
永远换不回别人的尊重。一味的追求尊严，迟早也要在金钱面前屈膝。使命召唤系列的天平在这场战斗中曾经是来回摆荡的，所以我们记住了它，也爱上了它。但现在这个天平似乎有点不太愿意摆回来了。没有了现代战争 COD 系列里能打的子 IP 就剩黑色行动了，但黑色行动的剩余价值，明眼人都知道已经到了边际。曾经以深刻而反转的剧情让人惊叹，但在黑色行动3之后，剧情基本被写死啊，所以这一代直接就连单人战役和剧情也没有了。什么？你说官方宣传还是有剧情的？好吧，傻家就来稍微评测下黑色行动4，说说所谓的剧情。多人模式里没有合作闯关，只有各种开局对战，所以剧情是没办法在常规的多人游戏里展现的。至于僵尸模式，那个不算，那根本就是起点穿越文学啊。因此，游戏只能把剧情放在每一个角色的教学关卡里，而且还是强制玩家必须玩通所有角色的教学，不然怎么阐述剧情嘛？因此，黑色行动4可能有着游戏史上最好的剧情。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有着游戏史上剧情最好的教学关卡，这也算是前无古人啦。但是这个剧情放到整个游戏的长度来看嘛，我们还是聊聊服务器质量吧。这次的服务器延迟情况还不错，当然，如果想要有更稳定的效果，还是要搭配咱们的七优联。因此，剧情什么的，估计黑色行动系列已经很难再走下去了。那唯一剩下的价值，也是最能赚钱的价值，就是多人游戏部分了。这次多人不管是固有的模式还是僵尸模式，相比黑色行动3变化并不大，更多只是手感、技能等细节的调整。这对于喜爱的玩家并不是坏事，毕竟 COD 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多人对战的经验还是非常扎实的。至于细节上的改变会产生什么影响就不是我们这几天短暂的体验能感觉出来的。说实话，也不是我们这帮单机迷能感觉出来的。但多人模式里新加入的大逃杀模式倒是让人眼前一亮，记忆犹新啊。虽然也是个跟风的模式，但是凭借着 COD 优秀的底子，随便做个大逃杀就不是绝地求生能比得过的啊！不管在手感、画面、地图设计、节奏安排上，都比绝地求生优秀的太多了。这个模式也是这一代最受好评的。我们 Gameplay 的小伙伴实际玩的最多的反而是这个大逃杀模式，因为确实找到了绝地求生它找不到的乐趣。当然，还包括了在游戏机上玩没有外挂这个因素啊。可以说这是现今最好玩、画面也是最好的大逃杀游戏。至少在战地5出来之前是的。因此，如果要问我黑色行动4的购买建议，我觉得整个游戏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曾经没兴趣的这一代更加没兴趣，曾经热衷多人战役的，想必早就已经开始厮杀了。反而是另一批玩家，一批因为绝地求生而挖掘出来的喜欢大逃杀类游戏的玩家，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游戏，试试使命召唤式的大逃杀。其实动视这家公司真正有商业价值、真正有 IP 影响力、能保证投入产出比的游戏，就只有使命召唤这一个品牌了。命运系列动视只是发行商，没有掌握权，棒机随时可能又变成二五仔。暴雪那边的情况也只是刚好能过日子，而且这两家公司虽然在一起了，但似乎貌合神离啊，像一对虽然结了婚，但是没有洞房过的兄贵，仍然各自开发各自曾经的 IP， 甚至在自己 IP 里也只打自己的 logo。因此，动视其实压力非常大，所以如果动视把 COD 做砸了，还不赚钱了，那对动视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啊。因此，在 COD 上明显能感觉到动视束手束脚，甚至还没有育碧来的大胆，只能一边不断让梯主挖掘着黑色行动的剩余价值，一边让大锤工作室东一锤子西一锤子，尝试能不能再砸出个热门的子 IP。至于现代战争这个 IP， 没有了 IW 那帮人的金刚钻现在已经不敢插嘴了啊。因此，很多人会担忧，会来问我：使命召唤完全放弃单人了，是不是表示单机的灭亡就是未来的趋势呢？等等的问题，反正非常紧张。我的回答是：各位多虑了。就像上面说的，放弃单人，挖掘黑色行动的剩余价值，专注多人对战，赚取更大的利益，其实并不是动视真的就想这么干，而是很有可能他们现在只能这么干，因为在商业上，某个公司如果看似获得了某个巨大优势，获得了市场最大的份额，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公司没有了什么选择权。他们或许知道继续这么下去会很危险，
但是这个巨大的优势有着巨大的势能和惯性，就像一艘转弯缓慢的巨型轮船，拖着整个公司不得不这么干，直到某一天被别人超越。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因此，我从来不担心多人对战、竞技游戏、社交游戏、MOBA、大逃杀游戏等等这些火热的题材会称霸整个游戏界，更不担心会冲击单机市场。因为这类游戏虽然势能很大，但是惯性也很大，必然带着他们不能转弯。没有了变革，没有了求新的可能，衰败就是迟早的了，然后再迎来另一个轮回。而单机游戏是的，不可能成为游戏界最大的市场，不可能万人空巷全球举行赛事。但是单机游戏短暂而多变的生命，让每一个游戏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所有单机游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不断进化、螺旋上升的系统。像什么呢？我觉得就像 DNA 一样，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信息，会复制繁衍，但每一次复制也会产生突变，不断进化，直到有一天，优秀的进化孕育出了一个完整的生物。这个生物就是上述那些热门类型，但是这个生物作为个体一定会死亡，而反而是单机游戏作为一个进化系统永远不停歇。所以你以为你活着是因为你应该活着吗？其实你的生命只是 DNA 要复制下去的副作用，你只是基因的载体，是一个被基因这个驾驶员控制的高塔。而单机游戏就是游戏行业的基因，我们从来都没有必要为基因的生死而担忧，你说对吧？